造价低廉，但战力不俗。从俄乌冲突看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应用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俄军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，引发外界思考：廉价无人机在未来战场将如何应用呢？目前，泽连斯基公开表示，俄军正计划通过无人机对乌进行持续打击，以消耗乌军有生力量，以及打击乌军的士气。自纳卡冲突后，无人机又在俄乌冲突中大放异彩。那么，未来战场上，无人机又将得到怎样的应用呢？首先，必须了解无人机的三大特点，才能物尽其用。第一，造价低，但战力不俗。以这次俄乌冲突表现亮眼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为例，该款无人机的主要配件基本上都是民用零件，整体造价只有2万美元左右，而且技术门槛低。例如，其动力来源主要依靠一台4缸2冲程的发动机，所以也被称为空中小摩托。但是它能够携带50公斤的战斗部，利用 GPS 外加惯性制导，对数百公里外的固定目标发起打击。俄军就是靠着这款无人机，在赫尔松方向对基辅固定目标实施了空袭，打得乌军毫无应对办法。第二，隐身性能好，价格低廉的无人机也经常被归为巡飞弹，用于一次性使用。这类无人机往往体积小，飞行速度慢，飞行高度低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低慢小，防范难度很高。乌克兰防空体系本就不完善，所以无力应对俄军廉价无人机的袭击。但俄军可能是有着完整的防空网络，但是面对乌军的无人机也依旧是防不胜防。例如，近期俄罗斯境内多个机场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，虽然俄军成功将其击落，但从俄方公布的信息来看，乌军无人机都已经摸到俄军机场附近才被发现。即便是成功击落，无人机散落的碎片也会对地面造成附加的影响。除了俄罗斯以外，韩国同样如此。面对朝鲜的廉价无人机，韩国毫无应对经验，最终非但没能成功拦截，而且还损失了一架攻击机。如今韩国已经草木皆兵。如此看来，朝鲜无人机不仅起到了侦察的作用，同时还在心理上给韩国造成了不小的阴影。第三，拦截方案难选择。中美是无人机领域的主导者，所以两者的反无人机体系最为完善，拦截廉价无人机的选择非常丰富。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，却成了难题。如果用普通拦截导弹，拦截成本过高；如果用战机拦截，难度高而且风险大。无人机速度慢，现代战机速度过快，就算能够击落廉价的无人机，但散落的碎片也可能会对有人战机的飞行安全构成威胁。例如，乌军的米格29就曾在拦截俄军无人机时坠毁。所以，无人机在未来战场的使用将根据这三大特点做出战术选择。目前看来，最常用的便是用于消耗战，用廉价无人机低成本以及较好的突防能力，对敌方固定的高价值目标实施打击。可以说，除了中美之外，恐怕其他国家面对无人机的消耗战术很难做出可靠的应对。当然，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国直接购买反无人机系统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